我桌上現在放着一支 iPhone 17 Pro Max 啊，已經快3個月了吧，我幾乎就沒有再用它。我每天帶出門的呢，反而是這一支 iPhone 17E。你可能覺得我在開玩笑嘛，就是一個做3C 頻道的人有旗艦機，不是應該天天帶着旗艦機出門嗎？我以前呢也確實是這樣的，每年這個 Pro Max 系列吧都是我的主力機。直到我用了這個17E 3個月之後呢，我才就是更確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旗艦手機吧，它其實呢是越來越不好用了，不是它效能不好，也不是它相機不好，而是呢它越来越不像一支就是我会很想每天自然帶出门的那种手机了。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这件事情。iPhone 17 Pro Max 呢，它有一個問題，很少有人敢講，就是呢，它已經貴到了你開始不太敢用了。我有一次呢，就是手機呢就從口袋裡掉出來了，摔在了地上，大概呢就是1公尺的高度，然後呢是帶着這個手機殼直接摔下去的，然後呢是摔在了一個瓷磚的地板上嘛。我心想帶着手機殼應該沒問題吧？哎，結果把這個手機殼拆下來之後呢，這個中框的這個地方呢就變形了，然後呢還有明顯的掉漆嘛。那這種情況呢，即便你有買這個 AppleCare Plus 的話呢，你拿去這個 Apple Store 維修，他們說這屬於外觀損傷，沒辦法修。要修呢，就是整個換新機，那費用呢已經非常接近再買一支新的 iPhone 了。從那次之後呢，我就發現了一個很明顯的事，就是呢，我已經不是在用這支手機了，我是在保護這支手機了。一定要給它套一個就是很厚重的殼，而且一定要避免碰撞到，然後小心不要手滑摔在地上。問題就是呢，17 Pro Max 本來就已經夠大夠重了嘛，那再套上一個手機殼，那個體積啊真的是很誇張的。我是那種出門不太喜歡帶包的人，手機呢通常就是直接塞在我的褲子口袋裡，放進去之後呢，走路呢會明顯感覺到這邊有異物感，然後坐下去開車的時候呢也會感覺到頂腿。拿出來刷個手機吧，單手刷呢，查個東西啊都是很吃力，因為太大太重了嘛。特別是今年這個17 Pro Max 特意的把這個材質從鈦合金換成了鋁合金，鋁合金因為更軟嘛，也就更容易變形。這也是為什麼我必須要帶着手機殼用，然後呢帶着手機殼還給摔變形了。而且現實一點想吧，就是等到明年這個18 Pro Max 出來之後呢，我是肯定會換新機的嘛。那這支17 Pro Max 呢，不論是拿去蘋果店做一個 trade in 啊，或者是去賣二手啊，那這個外觀越新的話呢，通常價錢也就賣得越好嘛。所以現在就只能是更小心翼翼的去使用了。那這個呀，已經不是在用手機了，而是在顧手機了，是在伺候這支手機了。而這個 iPhone 17E 呢，它就不太一樣了。每次拿起來，每次放進我的口袋裡，就是有一種很難形容的一種感覺，大概就是對這個呢，才是這個手機啊應該有的樣子。那說具體一點的話呢，就是這個 iPhone 17E 它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強了，而是呢，它幾乎不會讓我意識到它的存在。怎麼說呢？我不用去思考今天要不要帶行動電源出門，我也不用思考要不要背一個小包出門，不用擔心刮到，也不會覺得它太重，它就是很自然的就融進了我每天的這個日常的生活裡面了。然後放到我的褲子口袋裡啊，也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開車坐下去呢，也不會覺得就是頂腿。拿出來單手操控吧，就是拇指呢可以輕鬆的，就是碰到熒幕的各個角落了。然後回訊息啊、滑社群啊、查個資料什麼的，一只手就全部都搞定了。今年的 iPhone 17的熒幕呢，升級了第2代的那個陶瓷晶盾，抗刮和抗摔的能力呢，應該是有進步了。即便真的不小心摔在地上，頂多也就是心疼個2到3秒，不用懷疑人生。因為比較便宜嘛，而且這只手機呢，我買回來之後呀，完全沒有給它買任何的手機殼，也沒有買什麼 AppleCare Plus，就是這樣直接裸機直接用了3個多月了。電池續航這一塊呢也是很安心的，17的這個實際的續航呢，其實呀比那個 iPhone 17標準版呢是要來得更長的。但是出門一整天，開車導航、滑社群，偶爾拍個照什麼的，完全就不需要帶着行動電源出門了。這種不怕用、不怕摔、不怕沒電的狀態啊，完全不會給我帶來任何的焦慮，這才是真正的放鬆嘛，也是我認為這個手機呀本來應該有的一個樣子。那說到出門這件事情，有一個東西呢，我會在出國旅行之前呢，一定會先給它準備好。5月到了，很多人已經在開始安排這個出國的行程了。可能呢是想臨時的飛一趟，也可能是提前的規劃一下暑假嘛。不管是哪一種，出國的時間呢，通常都是很緊的。一下飛機呢，就要開始忙導航啊、傳訊息啊、查資料啊，有時候還要就是處理一些工作嘛。那這種時候最麻煩的呀，不是沒有網絡，而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網絡。那出了機場呢，才開始找，那整個節奏呢，就很容易被打斷了。以前出國最常見的做法呢，就是開一個手機的漫遊，這個方便呢倒是方便了，但是這個費用呢是很難預測的。回來看一下這個賬單，很有可能呢就會讓你瞬間在這邊定格幾秒鐘。
所以我現在的做法呢，就是提前把這個 Sally eSIM 給它準備好，流程呢是很簡單的，先下載一個 APP， 然後呢把這個 eSIM 呢先裝到你的手機裡面。那這2步呢都是完全免費的，等到出發之前呢，再選擇一個方案，然後付費就好了，一下飛機呢就能夠直接用嘛。Sally 是諾爾威賓團隊開發的，支援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連線走的都是當地的主流的電信了，穩定度呢跟一般的那個 SIM 卡呢其實是差不多的，還有基本的一些安全防護的功能。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eSIM 呢是需要你的手機支援的，建議呢你就先確認一下你自己的型號，如果行程臨時有變或者你買錯了，手機不支援，是可以申請全額退款的。鏈接呢我就放在下面了。那如果你剛好有需要，你就在這個結賬的時候呢輸入一個優惠碼 PTRSUN， 首次購買是85折哦。搞定了網絡，我們再來繼續聊這個手機本身吧。接下來我就說一說這個 iPhone 17E 跟去年的 iPhone 16E 相比，就是我这段時間使用之後，我發現這個差別呀，真的還是挺大的。第一個最有感的就是 MagSafe 終於補上了。以前那個16E最煩的地方呀，就是所有的磁吸生態的東西呀不能直接用，車上的磁吸支架不行 ，MagSafe 錢包也不行，然後無線充電也很慢嘛，只有7.5瓦。而17E呢就把這些問題一口氣全給它補齊了，現在有15瓦的 MagSafe， 開車導航啊，還有錢包啊、充電座呀，全部都能用，整隻手機的完整度呀，突然就感覺高很多了。尤其是上車導航的時候，直接吸上去就好了，非常的方便。第二個呢，就是它的這個容量嘛，16E起步就只有128GB，說實話呢，放在2026年已經有點吃緊了。然後17E呢，今天直接就給到了256GB的起步，而且是加量不加價。那這一個補丁呢，我覺得蘋果打得很準。第三個就是熒幕呢，其實是有進步的，雖然還是一個60赫茲的刷新率，但是它加入了一個抗眩光的鍍膜，然後戶外陽光很強的時候呢，看熒幕呢會比較清楚，還有一個防頻閃的設定了，關燈之後滑手機眼睛不會比較累。這2點呢都是 iPhone 16E 沒有的。第4個呢就是它的效能也是更穩的。iPhone 17E 跑原神最高畫質能夠持續的穩定在60幀，然後那個16E 呢雖然也是能夠順跑了，但是偶爾還是會掉幀的。長時間使用這個發熱的程度呢，17E 也會比16E 要低不少。所以如果你在這個16E 和17E 之間猶豫的話呢，你就聽我一句勸吧，就不要再考慮那個16E 了，因為17E 呢幾乎把16E 所有的痛點呢都給它補掉了。那為了省一點點錢，就犧牲了這麼多有感的提升，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是不太值得的。好，最後我們還是來得說說這個17 Pro Max 吧。這支從出來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的時間了嘛，還是有它，我認為還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那如果你是靠手機拍片的人呢，那你肯定需要那個 USB3 的高速傳輸的速度嘛，能夠快速的把這個 4K 的素材傳到電腦裡面。你真的只能就選這個 Pro Max 了，因為17E啊，在這個工作流程裡邊，這個 USB 2.0 的傳輸速度呀，真的是慢到讓你懷疑人生了。還有一點，我發現現在網上幾乎沒有人提，就是這個 iPhone 17的 USB-C 的接口，它是沒辦法傳輸視訊的。假如說吧，你想把這個手機的熒幕，然後通過一個 USB-C 的線，然後投影到電視上看的話呢，17E 是沒有這個功能的，插上之後呢，沒有任何的反應。iPhone 17可以，17 Pro Max 呢也是可以，唯獨這個 iPhone 17E 是不行的。雖然這個功能呢，可能很多人會用不到了，但是我還是想提醒一個真實的踩雷的場景了。如果你有和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分享一個 Netflix 的賬號的話呢，因為現在這個 Netflix 呢抓非同住家人的這個抓得很緊很嚴嘛，有時候你就沒辦法直接把你的 iPhone 然後用 AirPlay 直接無線投影到電視了。因為就是被版權還有 IP 限制嘛，直接就把你擋掉了，沒辦法投。那在其他的手機上呢，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還可以插一個實體的線接到電視上來投影嘛。但是在這個 iPhone 17E 上面呢，你插上之後呢，沒有任何的反應，所以就變成了死局了，完全看不了。那如果你平時真的會這樣用的話呢，那你至少呢也要買到這個 iPhone 17才行。17E 呢是沒辦法做到的。還有在相機這一塊吧，如果你非常在意這個長焦的拍攝，比如說拍一些遠處的動物啊、遠景啊，或者就是看演唱會的時候坐在最後排，想看清楚這個舞台上的明星嘛，那17 Pro Max 的這個4倍真長焦呀，跟這個 iPhone 17E 的電子變焦這個差距呢，真的是很大的。如果你習慣用大熒幕長時間看電影、打遊戲，17 Pro Max 的大熒幕確實也真的是有它的這個優勢的。那這些情況呀，買這個 Pro Max 我認為是完全值得的，它並不是白花錢。但是如果你買這個 Pro Max 呀，只是因為都花了這麼多了，不如再多花點買最貴的好了，或者是有一種就是買旗艦可能會比較安心的這種感覺，那你其實根本就有可能沒有用到它真正厲害的那些地方。那這種情況下呢，你要是買這個17 Pro Max 呢，我認為了可能就有一點沒那麼划算了。這3個月下來，17E呢就讓我重新意識到一件事，就是這個手機呢，它是
拿來用的，不是拿來顧的。那以前我总覺得越貴就是越旗艦，代表就整體肯定越好嘛。但是我現在反而開始覺得，真正好用的手機用起來呢，會讓你感覺很輕鬆，沒有任何的焦慮，每天呢會很自然的想帶着它出門。規格不一定是最強了，但是會很容易融入你的這個整個的生活。什麼？你說錢不是問題？買17 Pro Max 對你來說完全沒有壓力？那我也要提醒你一下了，因為今年的9月份 iPhone 18 Pro Max 就要來了嘛。根據目前的爆料，會換上一個2納米的晶片，跟一個可變光圈的一個鏡頭，據說好像前面的那個動態島也會縮小。而且呢，還有大家等了很久的全新的折疊機嘛。那既然錢都不是問題了，我就建議你還是直接等這個新款吧。那你的下一只手機準備換哪一只呢？我把這個選項呢列在這邊，大家可以直接在留言區幫我作答。A 的話呢就是 iPhone 折疊機，因為錢不是問題嘛，我就是要用這個蘋果的終極大招。那 B 的話呢就是18 Pro 或者18 Pro Max 了，就是傳統的這個直板手機的旗艦機的死忠粉，不考慮折疊機。那換上2納米的晶片跟一個新的鏡頭会一定衝。那第3個呢就是 iPhone 18的標準版，想要一個120赫茲的高刷，但是呢又用不到 Pro 這麼強。第4個呢，D 就是 iPhone 18E 了，那就是跟我一樣不想當這個手機的奴隸，只要實用，還有就是電量夠大就好了。我想看看呀，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是選 D 的。那今天就先謝謝大家看到這邊，我是傑森，那就讓我們下支影片再見。